就算偶然吵架，沒有假野獸，像塵埃及輕輕抹走。愛與人的富有，父母愛極深厚溫柔，溫馨的一對手，由新可變舊，餐台破舊會搬走，唯有情共愛是永恆。在駐守，當風也讓我避雨，在我失意時，為我吃苦也會樂意，從來在意，絕對也真摯，無止境的愛，世上誰願意？淮山起子圆肉，诶，差不多了。喂，哎呀，你撞到人了！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！你别挡着我！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！松手啊！你好烦呐！小光，妈跟了你很久，你不用怕，这儿没有同学看见我，他们不会认出我是你妈。你知道你儿子不想认你这个妈就好了，你还跟了干什么？我有权见儿子跟女儿。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已经有妈了，你别再骚扰我们！你松手，听见没有？松手啊！哇，别再跟着我们，滚！我才是他们的亲妈。小光，妹妹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妹妹，小光，小光！哎呀，是了，你别这样啦，你别这样啦。我儿子还有我女儿啊，他们真的是你孩子啊？为什么不认你呢？啊？苏太，小光，苏太，打得好，恭喜你，谢谢。小光，小光，刚才你打得太好了。哇，小光，你的用着呢。咦，他到底是非用还是应用啊？还带着标语来为你打气，厉害啊！是太用。我们现在清空，你别跟过来啊。走。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你儿子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这样对自己亲妈呢？他是怎么读书的？应该向学校反映啊！不关孩子的事，是他爸爸那个坏男人教他的。你老公就更不像话了，光天化日在孩子面前这样说自己的老婆，哎，他是不是个男人呐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是泰国华侨，从小没有父母，我在孤儿院长大。不到18岁，我就跟了阿广，他很疼我。我跟他做运输生意，生意又稳定，就嫁给他来到香港，以为在香港会有我自己的家。但是没想到过了没多久，他对我越来越冷淡。你又去找那个女人？少管我的事！我在香港无亲无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会说？你也会说了啊！你在香港无亲无故，吃我穿我住我，想管我啊！我要教训你！那个坏蛋不停地打我，我终于受不了，我就说跟他离婚，但是他不肯给赡养费，不肯跟我离婚。他还跟我说，既然我不想留下，就索性赶我走，永远都不让我见孩子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他岂止不是男人呐，他简直不是人呐！我一直求他教我看中文，但是他不肯教我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因为他想我什么都不懂，不能看报纸找工作，帮不了孩子的功课。他想控制我，想欺负我，永远都做他的奴隶。一旦嫌弃我了，
他抛弃我，不要我。金磊啊，那个男人再坏也都过去了，你不要再想他了。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快点跟他离婚，拿回对孩子的抚养权。如果让孩子跟着他的话，真的会不认你这个妈的。可是不行啊，我没有钱，又没人请我做事。那我看你就报读一些个培训课程吧，试试看嘛。我又不会看中文。你不会看中文，但是你会说的嘛？为什么你不张嘴问人呢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你千万不要绝自己的路啊！你现在想坐在这儿自怨自艾，还是站起来跟孩子一起向前走呢？你肯帮我？我不会帮你的，不过我会给你个机会。那你没有证书，做不了家务助理的，但是家务助理的助理，你有没有兴趣做啊？你以后呢就跟着我做事，帮我买东西啊、熬汤啊、打打下手之类的，工钱是不会太多的，你就当赚生活费好了。让你先熬过目前的难关，然后再学中文，读再培训课程。哎，哎，做得不错，很干净啊。你是我老板，你叫我做什么，我一定不会偷懒。哎，金乐，过来。我看你这么勤快做事又妥当，有没有兴趣再做份兼职，多赚点外快啊？卡，有啊。好累啊！喂，既然大家这么累，干脆叫披萨好不好？哎，随便了。叫什么披萨？今天晚上好多菜呢。哇！怎么这么多菜啊？妈咪，你比我们还忙，哪有时间做这么多菜啊？这个不是我做的，有人做的。金乐，我，他不是那个不听人劝的黑面神？听说他对着客户也绷着脸，所以妈咪炒了他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喂，你们两个干嘛这么没礼貌啊？金乐做事既勤快又妥当，在待客方面呢有待改善。我现在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现在暂时做我的助理，除了在大总管帮忙打下手之外，还兼任我们的诸葛家的钟点。所以以后呢，他偶尔会来帮忙收拾跟做饭。准备开饭了？哦，哎，开饭。萨瓦迪卡，我老婆说啊，你是泰国华侨是吗？你的名字叫京乐。哎呀，中文京乐不顺口啊，就叫阿京了，以后叫你阿京好了啊。哦，不是，我说还是妈咪精，多花一点钱呢，就能请人回来做钟点，就一脚踢。佳佳姐给了我2份工钱，没占我便宜。她想你们吃好一点，才叫我帮忙做饭。你这么不孝，小心被雷劈呀！嘿，这么好的天，怎么会有雷劈呢？嘿，来，哎，吃饭。金乐，你在这儿吃饭了？我不吃了，我回去。很多菜呢，你又可以节省饭钱了。我不习惯跟很多人吃饭，我买减价面包吃。幸好啊，不用对着黑面神。就是啊，好像每个人都欠他似的。请这么个人来啊，简直花钱买难受啊！哎呀，现在请人来做事嘛，请人来对你们笑啊。人家做事做得好就行了。看起来这菜好像不错啊，很好吃啊！来吃饭啊！哎，吃饭啊！这个阿京啊，身世真的可怜呐。哎，正所谓黄连树下吃苦胆呐，怪不得你会照顾他了。喂，话说回来了，你别到处跟别人说啊，免得别人知道了，以为我当新闻说呢。要是乱想就更不好了。明白。喂，老婆，绝不是拍你马屁，我觉得呢，你真的会体谅人呢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女人嘛，大家都是当妈的，将心比心了。哦，不过我有些不明白。什么？阿金呢？她也跟你一样是女人，她是妈，你也是妈，但是你对她却不将心比心呢。她怎么一样呢？真是的，她以前是什么呀？很难让人不出入提防她的。还有啊，看见她黏着阿进呢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忽然觉得你这种语气啊，就好像是婆婆吃儿媳妇的醋一样。住嘴呀你！别胡说啊！我可不会让她黏上阿进的。还有啊，我不会编他们两个在同一个班的。OK。哎呀，
糟了，什么事？今天有个大姐向我投诉啊，说那个王博无理取闹，不肯再去她那儿了，要求调班呢。那就调喽，叫别人去喽。之前那个王博已经骂走了几个大姐了，没人肯去呀。他是个独居老人，脾气暴躁，难道非要我亲自出马呀？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他专骂女人，你还要送上门去被人骂呀？哎，行了，这种粗活让为夫出马了。你行不行啊？行吧。好。一个大男人做这种娘们事，不知所谓。家居服务不是说一定要女人才能做的，而且你这种说法有点性别歧视啊，人家随时可以告你的。哪来这么多歧视啊？告我什么？你看看你啊，不知道买些什么给我吃，这叫做油菜，一滴油都没有，胃口都不吃啊！不是啊，王伯，那一个老人家呢就要吃些少油、少盐、少脂肪的食物。现在呢，这些呢是最好的营养餐，适合老人家吃啊。是啊，你拿去吃好了。喂，你不吃可以不吃吗？这是我刚刚收拾干净的。我喜欢，是我花钱买的啊！我不吃关你屁事。我喜欢喂蟑螂，喂老鼠，怎么样？我反正这里是又脏又乱，你今天不来帮我收拾清洁吗？那就麻烦你给我好好清洁。好，我会好好收拾，有多干净有多干净。喂，我这样不是怕你啊，我尊重我这份工作，啊，你呀，你年纪这么大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长者，但是你这种态度呢，就得不到人尊重，只能让那些年轻人看见你就怕，一定会躲你远远的。喂，儿子，是啊，啊，你有事没空啊？不是儿子，老爸今天要去医院复诊呐。有，我星期一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喂，儿子，怎么，儿子没空陪你去复诊啊？是啊，被你说中了。现在那些小子嫌我烦，嫌我老，连我儿子都不管我，说我碍手碍脚的，看什么医生啊？干脆死了算了。王伯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呢我说话语气重了点。哎，你儿子没空陪你去看医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，干脆我陪你去复诊好不好？免了，千万别来这套。我这个人呐，不想欠别人的。喂，不是啊，你不是欠别人的，因为我们做家居服务呢，陪诊是其中的一项服务啊。那我陪你去看医生呢，我会收费的，开收据给你儿子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喂，王伯，喂，你看这些药啊，要记住怎么吃。这个呢，这种是血压药，是早上吃1颗；这个去水药，睡觉前吃。还有这个呢，就是肾。咦，你有肾病吗？喂，你儿子只说你有血压高和糖尿病啊，没说你有肾病。我告诉过他，我想他一定不记得了。有没有搞错呀？肾病可大可小，很麻烦的，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喂，你有没有孩子？3子1女。那你可真要多点时间陪他们了，千万别像我。我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忙着挣钱，顾不上陪着他。现在我老了，身体也累坏了，儿子不理我，这是报应啊！你也别这么想，你儿子不算是不理你，起码他知道花钱请我们家务助理来照顾你啊。是啊，他就是不想理我，所以把老爸一扔，让那些外人看着就算了。哦，所以你就总是难为那些家务助理啊，就是因为你生气儿子不理你，搞出那么多麻烦事来，就是想引起你儿子注意你，是不是？喂，你这么做呢，王伯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不对。你这样不但难为我们啊，你儿子知道了，觉得你这个人麻烦呢，就更加不想理你了。
你这么做没任何好处，何必呢？我知道我现在活着碍手碍脚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。现在搞得人又老又没钱，还没人理，就剩下一身病，真的很惨呐。哎，我也一把年纪了，一样是做父母的。我明白，天下的父母谁不想老了以后可以享儿女福啊？但是碰上个不争气的，你也没办法。你硬要他理你，他也不会理你，不是自己瞎生气。不如放开怀抱。啊，这样吧，你别当我是外人。如果将来你有什么事或者需要我呢，随时叫我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来。我今天会提前回香港，今晚一起吃饭。笑得这么甜，一定是情人发短信来了。你别多事了，一会儿还有一家要做，但我临时有事，你替我去吧。妈咪说不批准，不能随便替班的。约男朋友啊？你不说谁知道啊？不行啊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卖冰淇淋呢。这样啊，好啊，那我叫大哥啊、妈咪啊、老爸他们来光顾你啊。要不要做的这么绝啊？就是要挟我了。你也别这么说，是你不饮水思源，你也不想想当初是谁帮你，你才可以卖冰淇淋啊！行，你说怎么就怎么了。哎。Cheers。你这次开会怎么样？没你在我身边呢，任何会议、鸡尾酒会都没意思了。我买了份礼物送给你。是吗？是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CD 播放机。喂，唐医生，现在连听 MP3 都 out 了。里面有张 CD， 你先听一听。小提琴协奏曲是这次知德市爱乐团音乐会演奏的其中一首曲子。我本来想跟你去柏林去看的，没想到你又去不了，所以就买了他们的 CD 送给你，作为小小的补偿喽。我记得第一次呢，参加青少年管弦乐团拉小提琴。你呢，就是当时的首席小提琴手。你看我水准跟不上大家，还替我补习呢。那时候晚上没地方练习，我还带你去公园里面练呢。之后搞到大家听到小提琴声，还以为是闹鬼呢。哦 ，sorry。是在机场。那些音乐声呢是机场的洗手间，哈。不用等我了，很快回来 ，OK？ 拜拜。Sorry。走吧。没吃甜品呢。我想回家。免得一会儿你老婆又打来，听到音乐声，问你怎么在洗手间这么久还没出来。Sorry。又是 sorry。如果 say sorry 可以解决问题的话，说一次就够了。如果解决不了呢，你说10万次也没有意义。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唐首里，还是你给我一点时间吧。你要是做不了呢，我们早就不应该开始。你叫我给你时间 ，OK 啊，我等你去解决这件事喽。我没有催你，我也不想催你，但是我发现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事。你不断的叫我等你，叫我给你时间，根本就是在挑战我的耐性。阿荣啊，我也很想解决这个问题。行了，我不想再说了。你在前面街口停，让我下车。那离你家很远的。我知道，我自己坐计程车回家。
难道要个有妇之夫送我回家吗？阿荣，阿荣，你活腻了？阿荣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知道你还紧张我，你还关心我是不是？你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，唐守礼？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但是如果我就这么放手的话，我连补偿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现在事情变得太复杂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。你是不是怕奶奶知道这件事会刺激她？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想光明正大的跟你拍拖。我不只可以送你去你家楼下，还可以上你家去跟你家里人说我有多爱他们的女儿。我真的很想照顾你一辈子。我恨死你了！为什么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，你都要说这种话呢？你别恨我。你恨我，就让你打也行，骂也行，让你打了消气为止，好不好？我恨你都恨得累了，还打？你今晚早点回家休息吧，明天再找我。见到我，你喜欢打也好，骂也好，怎么都行，好不好？嗯。刚才要不是下来买宵夜呢，不知道你的男朋友这么帅。他是你男朋友啊？喂，他做哪行的？他的车真漂亮，为什么你不叫他送你回家，顺便接你家里人呢？我跟他刚刚开始，我不想跟家里人说吗？那倒是哦，佳佳姐那么挑剔，别吓跑了你男朋友。今晚的事呢，能不能别告诉佳佳姐啊？其实我认识小生老爸的时候呢，他结了婚的，不过幸好他刚刚办离婚。总之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就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哦。没错，缺一不可。对了，你跟阿发现在怎么样？你还在等他？虽然他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但是我相信他会回来，因为我不相信他会这么扔下我不管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如果他真心喜欢你，你绝对能感觉到。艳呀！老弟啊，你也喜欢方艳芬的《冰城宴》呐？喜欢的不得了啊！你识货。当然了，我那时候年轻，可是拍拖呢，跟女朋友又没有钱，不知道去哪儿好，就经常跑到庙街听旧歌喽。哎，喂，是不是啊？你穷成那样也追到女孩子？切！实话告诉你吧，她后来啊还成了我的老婆，为我生了4个孩子啊！哈哈，你有本事！哎呀，真是的！哎，来，哎，吃饭。哎，谢谢，来，谢。好，今晚呢有特别的，特别啊，送个汤给你喝。哎，喂啊，怎么方艳芬没了？可能是那个插头有活动了，没事的，老是这样。老这样啊？我帮你看看。哎，好。哇，电线没成这样啊！还用这种2个头的扁插头，哇，你这个万能插座，嘿，你这个圆头的就硬插进这个方的插头里头，硬插进去，哇，这怎么行啊？还插这么多头，很危险的。什么不行啊？我家的电视啊、风扇呐、厨房的热水瓶都是这么插，没事的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你把那些插头硬插进去，那么多摞在一起，如果一漏电呢，嘿，到时候就麻烦了，全都扔了它。什么扔了？我的电器全都没坏，还能用呢，全扔了它。不是扔了电器，我叫你把插头扔了。
我帮你把插头换新的，行不行啊？哇，不过不行了，今晚太晚了，先帮你换了风扇的插头，让你今晚睡觉凉快点，好不好？但是听不了方艳芬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看大家都是方艳芬的粉丝，再换方艳芬行了吧？哎呀，你真没得说。喂，收钱的。不是吧？送的。来，喝汤。说那个王博很难相处，你怎么跟他那么好？哎呀，哪里呀？其实王博搞那么多事呢，并不是专门为难我们的，因为他气他儿子不理他，所以就搞些麻烦，希望引起他儿子注意。哎，告诉你们啊，老人家呢，其实跟小孩子一样的，是要别人注意他，要别人哄他。来，老爸来啊，我哄你，喂你吃甜汤啊。嘿，没大没小。哈，你不止清洁送饭，还陪诊兼维修水电。媚珠呢就补习，阿乔阿峰呢又会修电脑，妈咪呢就帮人陪月，加上阿金会开锁，啊，我们真的是可以除了清洁之外呢，多开几项，那个家居服务一条龙。对呀，不论任何家居困难，只要你一个电话，我们大总管家居服务公司就可以圆满帮你解决。是啊，每个人发挥所长，每一项都有专业人士可以考虑啊，对吧？哎，等等，那么大哥你的专长是什么呢？我的专长就是想招了，还有管理这些专业人士啊。哎呀，你想得美啊，不用做啊，真是。你们几个呀，说的无敌，做就无能为力了。暑假一完，各归本位，哪还有空帮忙啊？不是，妈咪，真的可以考虑啊。这生意呢，不是没发展，也不是没前途。不过呢，要做呢，就得要认真的去做，真的要请人做喽，不是我们一家几个人就能做得到的。长远的事呢，要长远考虑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呢，在暑假之前呢，就要完成目标，尽快的清还套票。OK？ OK。抛锚。对。昨晚老爸打给我，说那个家务助理呢，帮他换插头。可能那个家务助理不懂吧，就弄得漏电着火了。喂，我是有执照的水电技工啊，怎么可能换几个插头会漏电失火呢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就是那个家务助理了是吧？喂，你清洁就清洁啊，瞎搅和什么？搞得我这儿着火了，差点害死我老爸。现在他昏迷不醒，进医院了。王博进医院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你的事，关谁的事？你一弄完插头就出事了。阿 Sir， 是他杀人放火了，抓他！干什么？王先生，请冷静一点，我会请他协助调查，除非他是故意纵火。如果只是维修、人为疏忽导致意外的话呢？而案件又不涉及刑事，我们警方是不会告他的。什么？不告他？他烧了我的房子，还差点害死我老爸，那他不用负责了。王先生，如果你想追究的话，你可以从民事诉讼起诉他，要求他赔偿。哦，那行了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我告定你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没人听电话？是啊，没人听电话，老爸很少这样。哎，可能他太累睡着了，没开电话呢。哎，可能是你老爸。喂，你是大总管家居服务公司老板诸葛静是吧？诸葛和是不是你老爸？啊，是。请问你哪位啊？我是王博的儿子，我打来通知你，诸葛和剁手动过我老爸家里的电闸，搞得我家着火，我老爸也进了医院，我现在要你赔偿我们的损失，赔偿我老爸的医药费。王先生是吧？我想你可能搞错了。我老爸呢是专业的水电技工，不可能会出错啊。什么？想抵赖啊？你老爸已经承认了，就算警察不抓他，我也会寻民事告他的。告诉你啊，万一我老爸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们的，我要你们偿命。都听到了，那么大声，原来发生这么大的事。难怪他一早上又不见人又不听电话了。他现在去哪儿了呢？会不会去医院看王博呢？王博，王博，王博！哎，喂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出了事干嘛不告诉我们呢？
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啊？哎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看王伯现在这样，我算得了什么？王伯的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他很严重啊，说他捡条命算不错了。他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醒过来，这全都是我闯的祸。这事又不能怪你，你是想帮他吗？我那天给他换插头，我真的检查过了，那些线都接得好的，没事的。难道那天我真的漏了什么？那天他家到处都是乱插的插头，我知道屋里有很多隐患。我那天给他换，先换2个，反正换了，为什么不都换呢？都换了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别这样了，别这样了，王伯现在又没死，他刚从鬼门关爬出来，虽然还没醒，但是他一定正在努力搏斗。你一定要支持他，帮他。医生都说没办法帮他，我有什么办法能帮他？唱歌啊！我从报纸看到，外国有个人昏迷了10几年，他家里的人呢就天天在他耳边唱歌，据说那种音频会刺激他的脑电波。后来他真的醒了。哎，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啊？这种事呢，就像买6合彩一样，那你买不一定中，但是你不买呢，就一定不中。王伯他喜欢听什么歌？我知道他喜欢听方艳芬那首《滨城夜》呢。哇，金曲啊，很有品味哎。喂，你这么年轻，那种古老的歌你都听过？是啊，我以前做拳手，经常要唱嘛。哎，马来啊，春色的花，夜宿阴沉着那海是如啊。花徑那風送上兩夕陽斜掛，你看看那艷女雙雙化入夏。馬來亞春色綠野極似艷雅，斜陽照映到海角如畫。風送那花徑兩夕陽斜掛，你看看那。那正有花徑化入夏，馬來亞春色綠野競自艷雅，椰樹迎飄正在海角如畫，傾那風送夕陽血影斜掛，你看看那艷女雙雙化入夏。你是机电署的资深技工，以你的专业技术呢，这么多年来维修水电从来没出过事啊，所以我想这次的意外呢不关你事，是因为其他原因。是啊，那等王伯醒了之后，就可以说出真相，就能证明你是清白的了。我也希望王伯快点醒过来，我更希望能证明责任不在我这儿。但是现在王伯的儿子要告我，如果证明责任在我这儿呢，我要赔钱的。公司还欠人钱。哪有钱赔啊？我下个月退休呢，就可以拿一笔退休金，希望到时候够赔了。不行，退休金是你们用来养老的，你还说要供阿峰去外国读书的。我是说最坏的情况是这样，现在还没到那种地步。这件事呢，我不想让你妈咪知道，免得她担心呢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连擦窗户都不会呀！你用这种布，那么多的线头，很难擦掉的。其实我自己家从不擦窗户，我故意让它脏一点。一些贼经过时看见我的窗户那么脏，就以为我是个穷鬼，就不会来偷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你住哪儿啊？人家住哪儿啊？要不要看你才知道你没钱呢？这里是高尚住宅区呀。那，你给我用报纸蘸点白醋。那么玻璃就擦得干净啦。你在这擦啊，我去厨房收拾一下。那个桶呢？喂，我叫你擦窗户，你却偷懒看报纸啊！我在你就装得勤快呀，我刚一转身你就偷懒了，是不是？幸好现在是我看见你呀。让客户看见你呢，会影响我们公司的。对不起啊，佳佳姐。喂，哦，李太太啊，什么事啊？哦，你不用紧张，这是小事而已。
反正我这里也忙完了，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啊。好，拜拜。李太太有急事叫我去帮忙啊，你留在这儿清洁，别给我偷懒，别迟到啊。收到，我会查你的。知道。喂，快看报纸啊！王博的儿子在报纸上说你老爸。我上司今天也看到这宗新闻了，他怀疑我呢在外面赚外快，而且还闯了这么大祸，说要我接受内部调查。如果查出责任在我这儿呢，那笔退休金就没了。开始我想呢，就算出了事，也有笔退休金可以赔给人家。现在可能连退休金也没了。哼，还以为可以帮助儿子，现在反而害了儿子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用你的退休金，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。如果我们父子真要算的话，应该说是我害得你连店都开不成，是我害得你连退休金都没了。总之呢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大不了就结束公司喽。反正要是没有你们支持，早就结束了。公司你放了很多心血在里面，怎么能说完就完呢？唉。我都60岁了，这辈子只有空想，没有成就，一生唯唯诺诺。唯一就是有个这么争气的儿子，现在又可能为了我这个没用的老爸，要放弃理想，可能搞得他也没成就，可能是一辈子不得志。你年轻就放弃了理想呢，是因为你对家有承担，想我们可以过安定的日子。你给我取名字叫阿静，是希望我可以像郭靖那样有承担。虽然我没有郭靖那么伟大，可以为国为民，但是我可以像老爸一样，为了家，为家人。我还年轻，我还可以闯一番事业，养你和妈咪一辈子。我都算幸运，幸好当初没起错名，叫你诸葛静。哎，我算过了，现在公司的负债多过资产，我们还欠人家钱呢。我打算卖了这层楼来还债，然后就结束公司。啊，干脆开一罐豆豉鲮鱼吧，豆豉拌肠粉挺好吃的。所谓走一步是一步啊，哎，卖楼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。但是卖楼这么大的事，不可能不让你妈咪知道啊！喂，肠粉别叮得太久啊，太干了不好吃。哦，哎，坦白从宽是抗拒从严，我打算呢自动投案了。喂，老爸，素米汤呢不用煮啊，叮就行了。哎，加个鸡蛋更好吃。来。是啊，那什么时候说好呢？喂，这纸袋别扔。里面有包酱油，肠粉要蘸那包酱油的。哦，哎，勇气呢是需要一鼓作气的。再而衰，三而竭，此时不说，更待何时啊？了解。俗话说得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了。谁来说呢？干脆你说吧。来，好了，吃饭了，来。罐头、素食、丁丁宴，今晚我们就吃这些。你们在厨房做那么久，就是做这些东西啊？就是啊，又要丁丁，又要开罐头，还要做这个汤加蛋，其实很考功夫的。就是，为什么不叫 Sawadee Cup 做啊？我开始有一点怀念它了。哎，老婆回来了，我买了熟肉啊，今晚加菜。时间刚刚好。哎呀，救星到了，妈咪，我爱你。哇，你们在吃什么呀？看你妈咪今天心情这么好，不用说了，今天是最好的机会，我们准备行动。喂，我有事要宣布啊！坐下。那我呢就决定正式开拓陪月服务，以后再去培训局呢去选陪月员。妈咪啊，不是暑假完了还清套票就算了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又想得那么长远？打铁趁热嘛。喂，那个李太太呢？她答应帮我拉关系啊。你知道她认识很多人的，这种机会不是经常有的，
那还有啊，我也认真的想过了，香港有那么多职业的妈妈，会生但是不会养，真的很需要陪月服务啊。陪月这个生意有发展。连妈咪这个稳妥的 CEO 都说有发展，那我跟阿乔一定要搞个网页出来加强宣传。喂，阿静啊！喂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坚持搞这个生意呢，还真是有眼光啊。那我们母子俩呢，就一起努力扩大这个生意。好。是啊，有前途的。呀，我先去洗手啊。糟了，你妈咪今天兴致勃勃的，她简直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这公司上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她我们搞成这样，她一定吐血呀！喂，那不如先别说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来了。哇，这么晚呢？幸好老爸在附近，可以替你顶一会儿。我替你顶会儿无所谓啊。那客人发火了，我怕他向 CEO 投诉啊。哎，刚才我给王博按摩的时候呢，按多了，按过时了。脚底按摩对昏迷的人会有好处吗？有，我刚才呢给他脚底按摩的时候，按他大脚趾，哇，动了一下，比昨天纹丝不动已经有进步了。脚底按摩你也会啊？哼，我还很内行呢。我刚才给他脚底按摩的时候呢，虽然他没出声，但是我感觉到他很舒服。你帮谁按摩啊？刚才你没来做事吗？你今天又迟到了，是不是赚外快做些不正经的事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呢，我的技术很正宗，而且也非常正经。哎，王博还是我们的客人，也不算赚外快啊。什么？你连我们的客人你都搞？我不是。喂，我们可是做正经生意的啊！你想赚外快的话，别搞我们的客人啊！我虽然不能吵你啊，但是我有权不让你见客人。我要你洗3年厕所。哎，老婆，其实这件事呢，并不像你这么想的。你呢，总是误会阿金。其实阿金呢，是个好女孩子。她呢？喂，你干嘛老是替她说好话啊？她替你做按摩了，把你给电晕了是吧？喂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又不喜欢按摩。你们别再吵了。如果佳佳姐要误会，就让她误会喽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喂，你别这样，妈咪说得出做得到的，真的要你洗3年厕所啊？王博会醒过来吗？到时候真相大白，什么都清楚了，佳佳姐就会明白了。如果不走运，她真要醒不了的话，哇，公司被人告到破产倒闭呢，哪还有3年厕所让我洗啊？破产倒闭？什么事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細聽幸福節奏，就算眼前鋪滿着一堆污垢，亦能輕鬆將它抹走。你獻盡所有，就算報酬仿似從